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婆婆在我们公司上班，她是一名勤劳的保洁员。当初她问了一圈有没有人要做她儿媳妇，大家都避而远之，只有我勇敢地站了出来。后来我的那些同事们肠子都悔青了，因为我婆婆家简直毫无人性。重点是，她宠我宠得令人发指。在这个双11前，我做梦都不敢相信，我过上了能随意清空购物车的日子，不仅能清自己的，还能清别人的。泳池旁边坐着我的闺蜜琳琳，此刻正享受着这份不义之财。哦不，是意外之喜。她看着手机界面，发出土拨鼠般的尖叫：啊呀，李居然，快！你掐醒我，这是真的吗？哎，到底是年轻了。我不说话，撩开浴巾一角给他看。我原本白皙的双腿，现在上面布满了青色的掐痕。居然，你受苦了。豪门的家暴果然都在隐蔽的部位。琳琳不愧是我的好闺蜜，说着眼圈就红了。我愣了一下。哎，不是，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掐的？你自己掐自己？琳琳瞪大了卡姿兰自然水眸。我每天醒来都要掐自己好几下，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我李居然何德何能啊？年纪轻轻就过上了不劳而获的生活，嫁入豪门，有钱有闲，婆婆无底线宠爱，她每月给的零花钱都是7位数以上的。重点是，我那便宜老公还常年不着家，这种日子真的是好爽。想想3个月前，我还是普通的社畜一枚，世界就这样巧，校园霸凌我的人跟职场霸凌我的人是同一个女人，秦秀，但是她的手段略次，每次招数都一样，无非是正面言语挑衅，背面抹黑，外加煽动大伙孤立我。如果问为什么还跟他同一个公司，那只能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这家公司给的实在太多了，我着实舍不得离职。他整得我在公司没朋友后，我跟保洁员许阿姨成了忘年交。许阿姨是一名勤劳的保洁员，她每天都来我们办公室转个10几圈，要不是她手里拿着抹布，我以为她是来视察工作的。我俩天天约着在茶水间一起吃午饭，有一次被秦秀看到，来酸了几句：哟，李居然，你人缘真差，只能跟同样人缘差的保洁大妈做朋友。秦秀这人真的很没品，一边说一边故意把她手里的水洒进我们正在吃的盒饭里。许阿姨这人脾气真好，没心没肺的看着秦秀笑，告诉我别生气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我刚要夸她格局真大，要向她学习，不料一转身看到她往秦秀水杯里偷几抹布水，我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。许阿姨这人真能处，这个姐妹我教了，因此当我老姐妹有忙要帮的时候，那必须义不容辞地站出来。那天她在办公室问大家：姑娘们真俊，要不要跟我儿子相个亲？大家哄堂大笑，尤其是秦秀笑得最大声。一个穷保洁的儿子还想吃天鹅肉，秦秀递给阿姨一面破镜子后，把她往外赶，多照照镜子，才知道自己什么穷样。后来最后悔的人也是她，看着许阿姨落寞的背影，我于心不忍。阿姨，我去。阿姨的眼睛瞬间亮了。相亲嘛，就是吃个饭的事情而已，但没想到一顿饭后我多了一个便宜老公。许阿姨多少是有点虚荣了，竟约我到 CBD 大厦32层，那是一家除了贵没其他毛病的意式餐厅。我思忖着，如果只点3杯白开水，不至于被赶出来吧。当我走进这家高级意式餐厅后，才发现哪里有什么一穷二白的许阿姨，只有一身珠光宝气的许富婆。
本是地产界女大佬许杰，身家100亿，以及他那年轻帅气的好大儿蓝石，我瞬间明白了，又是一个有钱人没事瞎体验生活的故事。哦，我的机会来了！蓝石的颜值真没得说，365摄氏度无死角的那种好看，这种人还需要相亲？我擦了一把口水，脱口而出：“阿姨，您儿子是不是怀孕了？”急着找接盘侠。许阿姨愣了一下，把我按进头层牛皮座位里。哎，这话说的，媳妇要怀也是你怀哦。她手上硕大的钻戒差点没闪瞎我的眼。我瞬间被这耀眼的光芒照清醒了人生的抉择。您这喊得有点早了吧，妈？许阿姨立马绽放出一朵满意的菊花笑容。我俩光速达成共识，其乐融融。可他儿子不乐意了，妈，就他，值得您体验1个月的保洁工作。蓝石抬起头时和我四目相对，一股莫名的熟悉感油然而生。他眼睛里有我看不明白的东西，像那种久别重逢的炙热光芒，但却瞬间消逝，最后回归于平静、陌生，甚至是冷漠。妈，你觉得这婚我会结？莫名其妙冒出的拜金女，我是你妈，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儿子咱家钱多，不怕败的。哦，这男的没看上我，但是他妈看上了我。最后在准婆婆对他的停卡、冻结一条龙服务下，我那富二代便宜老公被我婆婆的超能力征服了，咬牙切齿地答应娶我。这个结果我挺满意的。通常豪门媳妇有婆婆的宠爱就足够，老公爱不爱的无所谓。我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是我婆婆送我去的。当我从她的劳斯莱斯幻影里下车时，正好看到秦秀挽着我们公司秃头总经理的手臂，她钻进又上头了。哟，李居然你好没底线啊，傍大款啊，这该不会说他自己吧？我记得秃头总经理是有正经老婆的人吧？又是你这个小作精！我婆婆下车后，墨镜一摘，秃头总经理立马抽回手臂，对着他毕恭毕敬地喊了一句：“许总，把这个小作精给我开了。”看着怪不顺眼的，秃头总经理马上应和着，然后小声安抚秦秀说：“许总是我们公司股东之一。你今天办离职吧，我给你找其他工作。”说完，一溜烟跑了。秦秀气得直跺脚：“你瞎说什么呢，老太婆？股东有什么了不起？你知道我闺蜜是谁吗？”“谁？你快说说。”我饶有兴趣地催问。“蓝氏集团的千金，蓝飞，她妈妈才是我们公司的大股东。凭我跟她的关系，不是你随便能开除的。”“哦嚯，有好戏看喽！你说是就是啊，谁信你？”我顺势加了一把柴火。秦秀不屑地瞥了我们一眼，拨通了一个电话，里头先传来一道女声：“秦秀，告诉你一个秘密哦，我妈在你们公司体验生活呢。”“啊，在我们公司？”“对，姓许的保洁员。”“保洁员，姓许。”秦秀的舌头瞬间被猫叼走，因为公司只有一位姓许的保洁员，那就是我婆婆。秦秀的脸红了白，白了又红，看她那架势，差点要跪下来。后来公司内传遍了我麻雀变凤凰的故事，标题无非围绕的是解锁嫁入豪门新招，与保洁做朋友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公司的女生都喜欢跟保洁阿姨做朋友。芜湖，世界变得更有爱了。跟蓝石结婚那天，虽然他一副被逼良为娼的样子，我的嘴角却噙着笑，因为我亲爱的小姑子终于从国外回来了。看到新嫂子是我，她说话时差点破音。“啊，李居然为什么是你？”她的脸色跟调色盘一样精彩。“好久不见，我的老同学。”我无比温柔地提醒她。“没礼貌，你现在应该叫我嫂子。”蓝飞呵，
他才是大学霸凌我的主谋，秦秀只不过是他的狗腿子而已。嫁给他哥哥这事，其实我很早就想过的。说来话长，兰妃、秦秀、琳琳还有我，大学时期同住一个宿舍。我原本以为他是个品性不错的人，毕竟听说家境不错，还愿意体验住宿生活。我错了，是我看走眼。他偷拿了我的设计作品去参加比赛，获奖后署名是他兰妃，那可是我熬了好几个大夜，废弃无数个底稿才起来的作品。我气不过，找他理论了几句。我拿你的东西是看得起你，你这是偷任何东西都是可耻的。谁看到是这个创意是你的了？有人看到，我就给你道歉，如何？班里的同学们都异常默契的像得了失语症。其中一群女生之前明明看过我的初稿，因为兰妃用几个名牌包包把它们收得服服帖帖，只有琳琳轻声细语地说：“我看过李居然之前的创意。”她话刚落下，兰妃手里的书本瞬间砸了过去。“你找死！”琳琳的眼尾顿时被书角划破一个口子，汩汩冒出血来。她盛气凌人地看着琳琳说：“敢帮他，就是跟我作对。此后谁都要离我远远的，生怕我殃及池鱼。”大学4年，我尝过最深刻的滋味就是不公平和忍耐。我报名参加的任何社团、比赛或者奖学金申请，最后都会被莫名其妙的除名，甚至是熬夜写的论文，都能从电脑和 U 盘中凭空消失。我的衣服和被子经常是湿漉漉的，我的洗发水里会被加入不知名的油类液体，导致我头皮红肿溃烂，最后不得不剃光头。本该灿烂多姿的大学生活，我品尝到的颜色只有灰色，唯一的暖色是琳琳带给我的。她鼓励我熬一熬就过去了，并时不时地偷偷告诉我，他们要惩治我的计划。我忘不了那天，兰妃的高跟鞋一脚踩在我掉落在地上的手机上，手机屏幕瞬间碎成花，但妈妈温暖的嗓音仍然从屏幕里传来：“在学校一切都好吧？”我忍着泪蹲在地上回了一句都好，然后找了个借口挂断电话，抬头面对的是兰妃一脸挑衅的表情，跪下来给我道歉：“我就原谅你。”太可笑了，施暴者叫被施暴者道歉，有钱就真的可以这么作践他人吗？我的骨气不允许我这么做，我举报他们霸凌的行为，要调换宿舍。从辅导员的闪烁其词中，我明白了，是兰妃不准我换宿舍。兰妃家给学校捐了2栋楼，也许我能不能顺利拿到毕业证都是她说了算。想到辛苦供我念大学的父母，想到曾经为考大学苦读的无数不眠之夜，我逼自己忍耐。即使是这样，他们却变本加厉。他们把魔爪伸向唯一跟我交好的琳琳，就只是因为她不听话，没孤立我这么一个温顺可爱的女孩，胆子又小。一觉醒来，被窝里有4、5只老鼠在窜跑。琳琳惨白了脸尖叫，她跳起身，颤抖着手抖落爬上睡裙的老鼠。兰妃和秦秀看了却哈哈大笑，真胆小，几只老鼠而已，吓成这样，还顺手拍下了琳琳的不雅照，因她抖老鼠不小心上撩的睡裙，自然露出的内衣裤，剪切的角度像琳琳自发的不雅行为。他们不仅把照片发到各个男生群，还把照片发到学校论坛上，配上不堪入目的话题，还有那些拿了他好处的女生们四处传播谣言，把琳琳形容成喜欢聊骚、不自爱的女孩，真相被淹没在各种带节奏的恶言中。我们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，琳琳情绪受到严重的影响，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的厉害。她木木地看着我说：“完了，没了奖学金，下学期的学费我交不起了。”在我们这个年龄，
已经很少看到有交不起学费的同学。我的鼻子一阵酸涩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跑到兰飞面前给她跪下，求她撤了那些照片和龌龊的标题，但她却嗤笑着告诉我：晚了，这就是得罪我的下场。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这么无助。最后没拿到毕业证的人是林林，因为林林在学校不检点的行为传到他妈妈耳朵里。那天，林林的妈妈行色匆匆地赶来学校，见的人不是林林，而是兰飞。我不知道兰飞跟林林的妈妈说了什么，导致林林的妈妈毅然决然地要她退学，任我和林林怎么求都没用。我们家的事情用不着你管。她狠厉地对我说了这句话后，拽着林林走了。那天我看着林林远去的背影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我耳边还响起他说过的话，他好不容易才考上的大学，他妈原本是要他辍学供弟弟念书，他不吃不喝，求了又求，坚持了好几天。他妈怕他真的会饿死后才妥协，学费也是他自己用尽各种办法赚来的。他经常笑着跟我说：没事的，等大学毕业了就好了。可是他没机会毕业了，这一切因我而起，他什么都没做错，只不过是因为没有同流合污孤立我。自责、愧疚的情绪像令人窒息的藤蔓缠绕着我，直到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秒懂为什么兰飞针对的是我。然而被逼到退学的人却是林林，我顿时豁朗开朗，找到了反击的方向。我婆婆是地产大佬许杰，其实我是知道的，因为我早就做过功课。今天就先来个开胃菜吧。林林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过来吗？清空购物车，我给他一个360度后空翻大白眼。清空购物车，哪里不能清？非得来泳池边？林林不解。我对手机下了一个指令，2分钟后，7、8个工作人员鱼贯而入，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泳池 party。不多时，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果然也来到泳池边。我用我婆婆名义邀请来的，这些都是曾经在大学里霸凌我们的帮凶。这时林林身体突然僵硬了一下，面色发白，因为她看到为首的是兰飞，也就是我现在的亲小姑子。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让她心有余悸。我握了握林林冰凉的手，轻声安抚：别怕，有我在呢。我拢了拢头发，热情地迎上去。得亏我今天我这刷墙式的大浓妆，他们一时间没认出是我来，以为我就只是兰飞的嫂子而已。我指着泳池中央充气船上的限量款包包对他们说：难得今天你们来，有惊喜哦，谁先拿到那个包就归谁。爱马仕限量款呢，300多万呢，凡人谁不心动？所以兰飞的一句别去，早已经被淹没在一阵兴奋的尖叫声中。谁能听到？大家听到的是哔哔哔，300万谁拿到算谁的。哔哔哔，一群女人争先恐后向泳池跑去，奈何泳池边被事先倒了肥皂水，一个个都以非常不雅的姿势滑落水中。1个、2个、3个，怎么还少了一个呢？哎，怎么还能留着一个在泳池边垂死挣扎呢？是秦秀啊，兰飞的好闺蜜。我硬挤出满脸的关心，要拉她起来。秀儿，快抓紧我的手。但是我最近那不怎么干活的手不听使唤，眼看就要拉起来了，一不小心又松开了。顿时她被拉力反弹，完美落入水里。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对我的怨怼。我微笑着看着这一切。哦豁，希望他们的妆今天是防水的。看看他们多努力呀，还挣扎着向包的方向游去。最快的那个，目测差10厘米就能拿到包。我霎时按下手机智能家居操控键，300万的包瞬间被银丝绳索缓缓拉升空。完美，
这下谁都拿不到了。更精彩的是，空中一排装着液体的装饰气球瞬间破裂，倾泻而下，纯正浓香的花牌花生油。泳池内顿时尖叫声一片。啊，什么鬼东西？好油啊！这品牌的油确实是好油呢。好油配这群绿茶，绿油的。其实这个创意来源于他们曾经不也给我的洗发水加料过吗？那发间黏腻恶心的滋味，我一想起来就想用。我拉着目瞪口呆的琳琳往外走去，居然，如果不是泳衣限制了你，我觉得你今天好像女王哦。我瞥了她一眼，姐今天就是女王，心里有王冠，哪里都有王位。我轻轻摇晃手中的红酒杯，看着池水里花容失色的一群人，和泳池边气急败坏的兰妃。我对着琳琳的耳朵说，曾经霸凌过我们的人，一个都跑不掉。兰妃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刚送走完琳琳，巧了，看见兰妃拉着我那本该在度假的婆婆朝我走来。妈，你知道李居然是谁吗？她做了什么吗？我那一向对我和颜悦色的豪门婆婆，突然面色凛然地对我说：“李居然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。”我心一跳，完犊子，被她发现我借用她那300万的包了。对，就是现在还被吊在半空中的那个。你这样的节俭，委屈你了。嫁给我们家，连像样的包都没带你去挑几个，是我这个婆婆的错。我就知道。我这婆婆很上道。兰妃被气到翻白眼，还要拿捏着撒娇的语调：“妈，到底谁才是你亲生的？不是你，还能有谁？”我故意重读谁字。兰妃脸色僵了僵，不愧是兰妃，一边镇定自若地把我婆婆先哄进了客厅，一边靠近我耳朵说：“很快，我会让你滚出我家。”我笑着回她：“谁滚？还不一定呢，宝贝。”我转身回客厅，兰妃竟然热情地拉我坐进沙发。奇怪了，今天我那便宜老公兰石也在，这么反常必有妖。果不其然，妖孽故作俏皮地开口了：“哥，我挺好奇的，你这种万年不谈恋爱的人愿意结婚，肯定是很喜欢居然喽。”兰石嗤笑一声：“你哪只眼睛看到喜欢了？我去，这狗男人不喜欢还要说出来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哥，你不诚实哦。我昨天看到你们感情很好呢，我朋友都拍给我看了呢。”他拿出手机，先挑衅的给我看了一眼，然后转向我婆婆和兰石。照片赫然显示我跟一个陌生男子亲密相拥，那是我昨天参加聚会时发生的一个小插曲。我在大厅的拐角处被一个陌生男子猝不及防地抱着，我以为对方酒醉认错人了，瞬间推开了他。不得不说，这张照片角度抓得很好，恋人氛围感十足。我瞬间明白兰妃这个小绿茶的招数，故意说照片里的人是他哥，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，等着我婆婆和兰石指出照片上的野男人。然后我就惨了，因为我绿了他们兰家。现在看来，这不是意外，而是预谋。好在如今的我也不是吃素的，随身带着录音笔呢。兰妃真没长进，这么多年了，招数一成不变，就喜欢拍照片，然后瞎扯淡。话说回来，我婆婆宠我，并不代表她能接受儿子被绿。当然，我那便宜老公自然也是不乐意头上长草的吧。果然，我婆婆看到照片后，脸色有一丝僵硬，因为照片里的男人绝逼不是她儿子。空气瞬间凝固，姐已经不是当年大学时的怂包了。我正要拿出录音笔自证清白时，一旁的兰石却淡淡的开口：“你朋友是有多无聊，偷拍我们？”他说的是我们，他这是在帮我。我瞬间有点懵，我婆婆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们不说话，兰妃也懵了。
他完全没想到他哥冒出头来承认，完全打乱他要揪出我在外面偷吃的戏码。他明明气得要死，嘴角憋得微微颤抖，还要装着不在意的样子，看着怪累人的。他讪讪地笑着说：“哎，都是我朋友乱拍的啦。”我站起身来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拍得很好，下次不许再拍了。”没想到蓝石跟着我一起回了房间，他这是几个意思？他不会是想跟我这样那样吧？不过想想，这是可行，毕竟他长得帅啊。我吃亏不到哪里去，没想到他臭着脸，拿出几页纸扔到我身上。这就是你非要嫁给我的原因？说完扭脸就走。哎，急着走干嘛呢？不发生点什么吗？我脑子里都幻想好一堆有颜色的片段了，真的是不解风情的家伙。我捡起纸张一看，这是一份我跟他妈签的协议，终究是被他发现了。没错，我们是合约婆媳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。哎呀妈呀，好多字，简单翻译就是：我跟蓝石结婚为期1年，蓝家给我3000万元补偿金。在这1年内，如果我跟蓝石真爱上了，就另当别论，那就不只是2000万的小事，是可以分他们100亿家产的大事。所以这种天降大饼的好事，谁不要谁是傻子。这协议是我跟蓝石相亲后签的。那天，我婆婆单独把我留下谈心。妈，您说吧，为什么选择我？如果我说是因为做了一个梦，你相信吗？有钱人真是奇怪，选媳妇靠做梦的。他跟我说了一个奇葩的故事。哦，不是梦。几个月前，他做了一个长长久久的梦，梦里她是我的恶婆婆，我是她的傻儿媳。她对我可坏了，具体有多坏呢？譬如，明明家里有佣人，她非得我站着伺候婆婆，小姑子用餐的那种。电视剧里演的豪门媳妇的卑微待遇，都在我身上耍了一遍。然而梦里的我呢，是野菜挖不够的那种10级恋爱脑，千年白莲花。最后在一次旅游途中的天灾里，我不计前嫌，关键时刻救了恶婆婆一命，而我自己却一命呜呼。听听，如果我上辈子真这么蠢，我真想打死我自己。我婆婆梦醒后，越想越觉不对劲，在全城一找，还真有我李居然这么一个人。于是她就对我往死里好，弥补梦里的过错。那我真的要谢谢她嘞！拜托，以后有钱人没事就多做点这种梦好吗？造福一下我们普通社畜。我婆婆接着神色不明地说道：“梦里我们出去旅游。我跟你被困在泥石流压制下的小木屋里，电光石火间，你把我推了出去，你却还在里面，手机丢失了，我去找人救你。我明明记得留着一个口子，有足够的氧气支撑你到救援人员来，后来这个口被人封了，你缺氧而死。我明白了，这才是他找我的原因，做梦做到意难平。”想要找寻梦里我死了的真相。我婆婆这么大的脑洞故事，如果我现在不好好利用起来，更待何时？我上前握着婆婆的手说：“妈，梦里谁封了我活命之口？这很明显的呀。”我婆婆略微不解：“就是您的宝贝女儿兰妃呀。”这怎么可能？我婆婆显然不信，不管梦里还是现实，有人想杀我，只可能是兰妃，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。我拿出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 DNA 报告单以及一份说明文件。看着看着，我婆婆眼尾渐渐发红，她声线微微颤抖：“这是真的吗？我的女儿竟然受了这么多苦，我没理由骗您，也骗不了您。”我婆婆坐拥本是地产界半壁江山，见识和手腕都是上乘的。我撒没撒谎，她一查就知道。我跟她说了我的计划，她点头表示认可，让我大胆去干吧。我嘴角忍不住上扬：“您再等3个月，3个月后，
我会用最风光的方式迎回真公主。3个月后是兰妃的生日，这个生日宴必须大办特办。我婆婆全权交由我操办，做人嫂子嘛，有些事还是要好好操心的。我订了全市最好的7星级酒店，全场布置得不灵不灵的，极尽奢华，还邀请了各路媒体到场。对了，也没漏了之前学校的那群人。总而言之，该请的都请了。兰妃看到这排场，嘴角上翘。李居然，你这不是为了讨好我吧？必须讨好你的呀！我还想在你们家混饭吃。我立马换上伏低做小姿态，算你识相。我还给他准备了100万级高定礼服，跟我婆婆学了几个月如何做生意，我脑瓜灵，多少积累了一些人脉关系。这个礼服是我特意央求知名设计师特意设计的，他1年才设计2套礼服。可遇而不可求，试穿那天，他满意的不得了，但我还是让设计师再调整细节，毕竟这身衣服是公主要穿的。我跟兰妃解释道，务必要让你穿上最完美的礼服。她觉得我挺懂事。生日这天，兰妃穿着一身休闲装问我，衣服好了吗？在哪儿？更衣室。我微笑着请她步入更衣室，她高傲地抬着下巴走路，全当自己是公主。我心里默念，最多给她最后的30分钟时间骄傲，不能再多。到了更衣室，她看到我拿出的礼服时，脸瞬间黑得像我奶奶家的锅底。你拿的这个破烂玩意是什么东西？跟高定礼服比，我手上这件鸭屎绿的玩意确实不是东西。我佯装一脸苦恼，礼服有点问题还在改，已经在路上了。要不你先穿这个，我保证一会儿上台前，礼服准能送到。我好说歹说，他才肯勉为其难地穿了我备用的10万元礼服。其实这件事拼西西高仿，哪里值10万，最多99元而已。时间紧急情况下，兰妃也没心思在意真货假货，迅速换上出去了。在她和宾客酒酣耳热之时，主持人清澈的嗓音突然响起，当说道：“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寿星小公主上台。”兰妃怔住了，她的礼服还没到。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估计嫌我办事不力，可能她觉得千金小姐风度不能失，还是牵着裙摆准备上台。此时舞台上一束灯光落下，我的好闺蜜琳琳牵起裙摆，仿若公主般走上舞台，身上穿着那件好看的不灵不灵的高定礼服，正是我给兰妃试穿的那件。放心，我有特意交代工作人员，在她穿后多消毒几遍，尺码当然也是按琳琳的身材调整的，合身的不得了。兰妃以及台下的秦秀那群人目瞪口呆，谁都没能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啊，蠢货！我在心里头念了句。我拿过话筒，缓缓开口：“兰琳才是兰氏集团真正的千金。”我指着兰妃说：“她只是个冒牌货而已。”正当大家一头雾水时，我打了一个响指，瞬间，舞台上的巨大屏幕亮了。我把始末经过拍成了微电影，请的还是老戏骨演员，演得多么的情真意切啊！我看了都哭湿了半盒纸巾。内容跨越了20多年，那时我婆婆正处于创业初期，把女强人的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挺着大肚子也敢跑到小镇上谈供应商，一不小心动了胎气，早产就近原则，在小镇里的医院生的孩子，而琳琳的养母正好也在这家医院生产。琳琳的养母家里重男轻女，尤其是养父，说了，如果生的是女孩，我揍死你们娘俩。养母生了女儿后害怕，同时看到我婆婆家境不错，就动了歪心思，偷偷调换了2个孩子。果然是别人家的孩子就不心疼啊！这么多年就没好好对待过琳琳。
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了。养母阴差阳错地发现，琳琳的同班同学兰妃才是她亲生女儿。为了亲生女儿能够稳妥地继续当富家千金的生活，她按照兰妃的指示，让琳琳退学，再也不要踏进这个城市半步，杜绝一切被发现是冒牌货的风险，免得影响兰妃骄奢糜烂的生活。就连我邀请她来清空购物车那次，她也是瞒着养母偷跑出来的。后来，在学校的空旷处，兰妃电话里用钱打发她亲生母亲时，这一幕碰巧被路过的我听到。拿了这50万，你要永远忘记我是你生的这破事，琳琳才是你生的。呵呵，原来如此。影片还穿插了兰妃霸凌我们的一段画面，引起台下哗然一片。兰妃看完这一切，像落败的山鸡一样，颤抖着嘴唇求我婆婆：“妈妈，你别信他们胡说八道。”我婆婆痛心疾首地对兰妃说：“但凡你对琳琳好点儿，我就当多养了一个女儿。你非得赶尽杀绝，是我教育的失败，同时也是你的天性使然。”兰妃气红了眼，转向我，看我一脸看好戏的样子，她顿时明白了，这一切是我的神助攻，居然是你这个贱人搞的鬼！她完全不顾10几台摄影机对着她，像个泼妇一般冲到我面前，手里的一杯红酒正要泼到我身上，电光石火间，不知哪里冒出的蓝石，一把推倒兰妃。一杯红酒从兰妃自己的头上淋下，杯子里的酒全滴落在她身上，湿漉漉的，好不狼狈。那样子就像一只绿色的落汤鸡。蓝石把我紧紧地护在怀里，分秒之间，我还偷摸了一把。腹肌有6块，手感还行。他身体僵硬了一下，马上跟我拉开了一点距离，估计怕我是老色批。安保人员，麻烦把这个女的赶出去。蓝石冷冷地开口，不愧是蓝石，一点儿都没心疼这个钱妹妹，直接让人把她嫁了出去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安排了律师在外面，该兰妃负责的事一件都不能少。兰妃如面条般被人架着走，哪里还有当初霸凌我们时盛气凌人的模样？秦秀一行人早已离去无踪影，谁都没来扶她们好姐妹兰妃一把。在场的媒体也很给力，把这场精彩的真假千金戏码连夜挂上本市热搜榜。兰妃，不应该称她为林妃，估计以后再没有脸面在这个城市待下去。至于去了哪儿，谁 care 呢？当然，我婆婆也没放过林妃的亲生母亲，那个目光短浅、偷换别人人生的恶婆娘。接到律师函那刻，听说她瘫软在地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当年纵容兰妃霸凌我们的学校的辅导员等一干人，也一并受到校方的惩罚。尽管如此，我们曾经失去的年华已经不复返，人还是向前看吧。琳琳紧紧地抱着我，眼里泪光闪烁，居然谢谢你，傻姑娘，我不只是为了你，也为了我自己。校园霸凌，霸凌的不只是我们身体、心里，还有我们逝去的时光。那些曾经校园霸凌的施暴者，就应该被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。我问琳琳，今后你想做什么？我想重返校园，弥补曾经的缺憾。这个挺好的。居然你呢？我呀，我目前想成立一个反校园霸凌协会，不管是谁受到校园霸凌，都可以举报给协会，协会给予帮助的那种。你要加入吗？琳琳点头如捣蒜。在婆婆和蓝石的牵桥搭线下，我们的反霸凌协会很快就成立起来，也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加入。首批打样者就是秦秀那群帮凶，迫于压力，他们录了公开道歉视频，作为校园霸凌者身份公布在学校的论坛上。
真的是丢脸丢大发。我们的协会办得还不错，帮助了一大批正被霸凌中或者曾经被霸凌的人。我跟我婆婆签订的协议期限很快就到了。这一年，我跟着婆婆学了很多创业经验，也开了自己的小公司。关于蓝石，只能说是有缘无分了。我能感觉到她对我隐隐约约有不一样的情愫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又很克制，而我也没有非她不可的地步。外面还有广袤的天空等我去自由翱翔，何必囿于繁琐的情爱里？比如我们的反霸凌协会又开分会了，全国各地加入了很多志愿者，还收到很多感谢信，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：谢谢你们。在霸凌者承认自己错了，向我道歉那一刻，我才感受到久违的光明。我觉得那时候我嘴角的幅度是好看的。我开的小公司业绩很不错，小赚了一笔。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理想要去一一实现。说真的，挺忙的。离开蓝氏大别墅这天，钱婆婆略显不舍，欢迎你随时回来。琳琳眼角也含着泪，你就不能留下当我真嫂子吗？我看向蓝石，摇摇头，而蓝石站在一边，表情冷淡。这狗男人果然没情感。他淡淡的开口：我送你吧。哎呦，难道他还想最后争取一把？微风里我问他：你有喜欢的人？算有吧。我脑洞大开，难不成他偶然间流露出对我的好，是因为你喜欢的人跟我长得很像？很像，但是也不像。你比较强势，他比较软弱，真被我猜中。因为姐我长得跟他白月光像，那不好意思了。我里居然接受不了替身文学。再见。再见。他顿了顿，嗓音随着风吹进我耳朵里。居然，我希望你这辈子过得幸福。我会的。再见了，蓝石。我没有回头，背着身向他摆摆手。再见这词很奇妙，再也不见，或者是再次相见，不管是哪种，都留给时间去决定吧。番外，蓝石，有人相信人有前世吗？或者说有人相信重生吗？在我前世的记忆中，居然是一个温顺的女孩，很有才华，但也很自卑，好像是因为在大学里受过伤害，留下的心理创伤。她不肯说，我也没问。我们相识于同一家公司，我收购了他们原本的小公司，自然成了他的老板。我给他们这些 UI 设计师出了题目，谁的理念好就留下了，不行的就去领辞退金吧。我开的薪水很丰厚，大家都想留下来，居然是里面最努力的一个，无时无刻不在想方案，饭都顾不得吃的那种。我偶尔路过他们的办公区，瞥见到他的作品，还蛮有创意。到了宣讲方案的那天，没想到他什么都交不出来，手足无措地站在那边，糯米牙紧紧咬着下唇。原来有人偷了他的创意，偷窃者还当着我的面侃侃而谈。你可以走了，换居然来，这是他的方案。偷窃者被我当面辞退，居然眼里噙着泪，对我心存感激。已经很久没人帮我说话了。对，他的个性自卑又软弱，大家不欺负他，欺负谁？他从此做错了一件事，就是爱上我。他爱得很卑微，说是我的舔狗都不为过。我那时候蛮混蛋的，因为我有钱有颜，从小到大对我献殷勤的人多得去了。我对他的爱不屑一顾，他给我做的便当，亲手织的围巾，看着就很廉价的样子，跟我平时用的差太多了。我转身就扔进垃圾桶，他知道后也没说什么，还是默默地对我好。我不爱他，但是我吊着他。我本就是一个纨绔子弟，我哪里懂爱，从小就习惯被周围人伺候着，宠着。我的教育里没有学会爱一个人这个选项。我妈是一个失职的母亲，
他眼里只有生意，压根不怎么管我们，导致我跟兰妃都很混蛋。但是他比我混多了。后来我找居然结婚，他感动到哭得不能自已。这有什么好哭的？我不明白。我不过是在适婚的年纪，找了一个听话的女人，没有人比她更合适我了。虽然我可能没有喜欢她，总比我妈给我找的那些花孔雀一样的千金小姐来得好。为此，我妈很生气。她认为，以我们的家庭背景，怎么也不该找一个各方面都平平无奇的女人。但是叛逆如我，她也拿我没办法。我隐约知道居然跟兰妃关系不好，但是我也没在意。关于兰妃，虽然她是我妹妹，但是我从小到大都不喜欢她。我们关系很淡，我经常不着家。我不知道婚后居然跟我妈和兰妃的关系如此之僵，更不知道兰妃在大学霸凌过居然，导致居然那几年特别的自卑。这一世才知道这些事。难怪在公司里，我只是看不惯偷窃者，随口帮了他一把，他能感动成那样，并且爱上我，傻不傻？真傻！他很单纯，一直以为我只是普通的小公司老板，压根不知道我真实的身家背景，更不知道兰妃是我妹妹。结婚那天，他知道兰妃是我妹后，脸色惨白，眼中氤氲了一层水汽。咬了咬下嘴唇后才说：“为什么她是你妹妹？”我嗤笑一声：“怎么兰妃是我妹？你很惊讶？要退婚吗？”他看着台下他妈妈慈爱的眼神，沉默了片刻后，继续和我完成了后面的流程。我轻呼了一口气，我也不明白我的情绪。怎么说呢？多少还是有点在意。假如这会儿他落跑，还好，他没有。他死的那天，我在酒店房间里测试我公司新上市的游戏，有个电话响起，我随手按掉。谁能想到，这个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电话，救命的电话打给我，我却按掉了。当我妈跟我说居然遇难了，怎么可能？我一点都不相信，开什么玩笑呢？他们出去湖边游玩就玩出命来了。真相却是，他们去的湖边小屋遭遇突然的泥石流山体滑坡，兰妃走了狗屎运，提前找朋友玩去了，居然和我妈都被埋在塌方的屋子下，居然把我妈先从窗户推了出来，但是她的脚被瞬间砸落的门框压着，我妈和她的手机也埋里头了。居然的手机是在缺氧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才被摸到的。也许他觉得自己希望不大，只想听下我的声音。当我妈妈出来找救兵再回去的时候，发现唯一的出口也被泥石流掩埋了。长时间的缺氧是她死亡的根本原因，所以我在想，如果我接到那个电话呢，是不是就会不一样？比如可以快速找来救援，或者在她最后的时光里有人陪着。但是没有如果，居然没了，就是没了。他死后1个月，我才渐渐体会到他死了，因为那种感觉像湖水，慢慢地灌进身体里，慢慢地窒息，无比难受。我后知后觉地发现，这就是爱吗？原来我是爱他的，只是这个发现来得太迟了。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走过了很多地方，山河湖海，自然风光，都是他曾经希望我陪他去的地方，都是他想去而没去成的地方。婚后我很混，我经常冷落他，陪他的时间非常的少。我走的最后一站是西藏，在纳木错湖边上，我遇到了一个老人，他跟我说，朝着西面虔诚的跪拜，把心愿写进水里，或许能换来与爱人的下一世相遇。但是要拿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来与神明做交换。我想了想，拿我们的爱情吧，愿他来生不囿于小情小爱，活出真正的自己。我可以放弃我爱他这件事，没想到我的许愿应验了。时间重新倒流回我跟他相识的前一天，
我还带着上一辈子的记忆，我很怯懦，我不敢去找他。想不到第二天我们还是相遇了。我妈找了个理由骗我去相亲。当我抬起头看向这个女孩的时候，我在心里说了一句：居然是你，居然她回来了。我不知道我妈为什么喜欢上了居然，明明上辈子她那么嫌弃居然，不过这样也挺好。我谨记重生前的誓约，我和她不能有爱情，所以我很矛盾，想亲近她，又想远离她。这一世的她活出了自我，很聪明，很飒爽，已经不需要我迟来的保护，这才是真正的居然。看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我在心里真诚的祝愿，希望她这一世平安喜乐地活着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